有缘人又见面了。前天跟几个多年没见面的朋友吃饭，不得不向大家感叹，钱这东西是真的养人啊。朋友阿豪前几年做投资亏了一大笔，欠了一大屁股债，老婆也带孩子回了娘家，整天愁眉苦脸，见人就是怨声载道，说话也有气无力的，完全一种病怏怏的感觉，可能过几天就不行了一样。一眼几年过去了，这次好不容易聚会吃饭，把他叫来。从饭店一进门，我们几个朋友愣了半天没敢认，脸上到身上没有多余的赘肉，胸部和手臂的衣服稍微被撑开，健身的痕迹明显，整体像个20岁的小伙子一样。哥几个都中老年，体态满满，他却越活越年轻。我们没敢认，还是他主动打的招呼，搞得我们很是尴尬和惊讶，忍不住吐槽道，这小子肯定在哪儿发大财了。饭局中聊下来，果然虽然之前投资失败，但阿豪运气还在，冒险贷款新投的几家传媒公司。在这个流量的时代，业务迅速发展，让他打了个大大的翻身仗。他赚得富得流油，愁眉苦脸烟消云散，取代的是满脸红光油润，而且知道锻炼身体了。从里到外，整个人都不一样，好像做了个全身心的重生，真的让人感叹，钱还是养人啊。这件事让我思绪万千，今天让我们好好聊聊。听前记得点赞，你会越来越有钱。金钱是世上第2好的春药，钱养人这件事要放在特定的环境里才看得真切。比如在农村，在老家那个100-10户人的小村庄，有这样一对夫妻，男的吹一手好唢呐，女的天生一副好嗓子。当村里大多数人家还靠种地为生的时候，他们俩却放下农事，跟着歌舞团跑起了演出。几年下来，两人赚了不少钱，楼房也盖了，小汽车也买了。后来干脆自己组了团队，一跃从打工仔变成了大老板。我第一次见识到钱很养人，就是从那对夫妻身上看出来的。和村里的同龄人相比，他们明显要年轻得多，皮肤也更白皙，每次和他们迎面相遇，都会给人一种从容端庄、自信明朗的感觉。这样的人，每个村子大抵都有那么1-2个。你不必猜测他们日常做什么、吃什么、用什么，仅从整个人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，你就能得出一个准确无疑的结论：他们是这个村子的有钱人。然后再看看以我父母为代表的那群地道的庄稼人，哪个人脸上不是饱经风霜的模样？在40-50岁的年纪时，眼角的皱纹都能夹死蚊子，皮肤粗糙得像贫瘠皲裂的土地，眼神要么空洞，要么时刻透露着狐疑和悲悲戚戚的不安。富有和贫穷一样，都是藏不住的。在我过往的人生中，发生过2件令我刻骨铭心的糗事。第一件事是和大学室友去吃麦当劳，在此之前我从未吃过，他是某天中午向我发出的邀约。毫不夸张地讲，几乎一个下午我都在做情景预设和心理建设。该带多少钱，怎么点餐，我反复琢磨这些细节，生怕被出身城里的室友看出内心的窘迫。结果晚上一到店里，才发现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徒劳。直到今天，我仍回想不起自己点的那份套餐是什么滋味，只记得当初的惶恐和紧张。第二件事也和吃有关，有一年国庆放假期间，我找了份兼职，临结束的前一天晚上，
负责带我们的大姐很热心地请我们吃西餐，菜单上全是我没见过的菜品，以至于我在点餐时陷入长时间的纠结，最后只能有样学样，和他要一样的。结果发现那份牛排根本不合我的口味，一份不合口味的牛排让我第一次吃西餐的喜悦大打折扣，也让我清晰地意识到体验感匮乏的人生有多无趣。祛魅最好的方式是拥有。近年来互联网上刮起一股祛魅风，建议大家对某人某物祛魅的言论随处可见。但据我观察，那些祛魅成功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钱人，穷人是没有资格祛魅的。想象和实际之间存在着一道坚实的壁障，而有些只有金钱才能帮助我们打破这个壁障。很多东西你只有真正体验了才能得出判断，你只有拥有了才能知道自己喜欢还是讨厌，只有经历想要得到这个过程，你才能真正打破对未知事物的滤镜，最终完成祛魅这个动作。试想一下，假如一个人住在老破小，然后告诉你说大平层也就那么一回事，住起来一点都不舒服，这样的话你会信吗？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以财富成就来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？因为没有比物质更直观的表现方式了。实打实的成绩放在那里，你不说话，大家都愿意相信你。而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嘴皮子磨破，人家还会觉得你在吹牛皮。自媒体作家木瓜姐，年轻时工资很低，日子过得很拮据，她只能租最便宜的房子，每天挤公交、地铁上班。尽管精打细算，她还是很发愁，既担心失业，又怕生活出现意外，为此她经常失眠、掉头发，体重也直掉，整个人非常憔悴。30岁时，他辞职去做自媒体，还创立了自己的公司。随着收入不断增加，他不再焦虑烦恼，整个人也变得容光焕发，精神饱满。有次，一个老朋友看到他，惊讶地问：“你看上去真年轻，气色也好，是怎么保养的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多赚钱，钱才是最养人的东西。人到一定年纪才明白，世上90%的痛苦能用钱解决，剩下10%也能用钱缓解。钱能治病，也能消愁，可以帮你调养情绪，让你的精神松弛从容。中年以后，多赚钱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滋养。”国学大师曾仕强说：“钱财为养命之源，也是生存之本。”年轻时，我们对金钱无所谓，挣钱不努力，花钱不节制，直到生一场病，就会知道束手无策的揪心。遭遇一次意外，才体会到囊中空空的无助。在很多生死关头，兜里有钱就能多一线生机。2003年，在一次身体检查中，乔布斯被查出患上了胰腺癌。当时医生就说，乔布斯接下来的生命很难超过1年。乔布斯得知病情后，没有慌乱，而是利用自己的庞大财富，找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实验室，做了一个基因检测。基因检测是非常高端的项目，全世界也只有20个人曾做过。为此，乔布斯花了整整几十万美元。而有了基因检测的结果，医生就根据乔布斯的病情，专门定制最适合他的抗癌症药物。这些药物也相当昂贵，乔布斯每年都为此支出数百万美元。正是凭借着金钱的支撑，他才得以阻挡死神的脚步，比预期整整多活了8年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从来就没有长生不老的药，
但只要有钱，你的生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延长。近代学者梁启超一生四处奔波，还经常通宵达旦地写文章，但他的身体却始终健朗，因为一直以来他都有储蓄的习惯。除去生活必需，他会把余下的工资、津贴、稿费等全部存起来。在流亡日本时，他被检查出了尿血症。住院期间，无论是治疗费用还是药物开支，都是很大一笔钱。但他不仅全额支付，还额外花钱请了最好的护工来照顾自己。厚实的家底最终让他的病得到彻底治愈。很认同一句话，兜里的钱是一个人最有效的续命丹药。对于没钱的中年人来说，面对岁月消磨、疾病摧残，只能俯首认命，无力挣扎。可有了钱，你就有了与之对抗的能力。金钱就是救命稻草，身体患上的恶疾，岁月带来的皱纹，都能用财富熨平。生活中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每次去吃大餐，买了件大牌衣服，事后都会懊悔，怪自己剁手太狠。遇到了好的工作机会，却瞻前顾后，不敢跳槽。等错过后，又反复责备自己。因为穷，容错率低，人往往就会陷入内耗的情绪当中。而当你能赚到很多钱，现实里的那些纠结与烦恼全都会一扫而空。媒体人李强曾在北京的一家事业单位工作，他工资不高，但勉强还足够撑起一家三口的生活。直到他步入中年，二宝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切。大宝要上幼儿园，报培训班，每月支出近5000。二宝出生，要买奶粉，请保姆，再加上房贷和日常吃穿住行，他的收入完全跟不上开销。那段时间，李强整夜的失眠，每天都愁容满面，不胜焦虑。有一天，老婆突然对他说：“你不是一直在网上写东西吗？为什么不试试投稿呢？”听了这话，他顿时眼前一亮。于是说干就干，他开始在网上疯狂写作。下班后，他第一时间赶回家接老婆的班，照顾孩子。等孩子睡着，他就躲进书房构思选题，找素材，写文章。随着他的辛勤创作，他的稿费也越来越多。看着银行卡里的数字不断增加，他终于不再为一家人的生活发愁，焦虑也不治而愈。作家老杨的猫头鹰说，绝大多数的情绪问题都可以用一样东西镇住，那就是金钱。到了一定年纪，你就会发现，生活中的一切焦虑、烦恼都和钱有关。与其让自己的身心在穷困中饱受煎熬，不如脚踏实地，多多赚钱。中年以后，钱是缓解内耗、调养性情最好的良方。当你有了一定积蓄后，那些萦绕在心头的负面情绪都会随着你的钱包鼓起而慢慢消散。作家梅耶·马斯克曾在自传《人生有我》里讲过自己的经历。31岁时，梅耶与家暴的丈夫离婚，独自一个人抚养年幼的儿子。离婚后，前夫又不断起诉她，骚扰她。那段时间，她既要应对前夫的无理纠缠，又要操心儿子的成长，这一切都让她心力交瘁，甚至一度濒临崩溃。她也曾试图驱散内心的阴霾，但无论做什么，都无法让她自己开心起来。直到她开始重拾自己的事业。当时，她一边在医疗机构担任营养师，
一边兼职做模特，到处拍片、拍广告。靠着自己的打拼，梅耶逐渐成为超级名模，还登上纽约时装周的 T 台。他的收入也水涨船高，没过几年就实现了财务自由。财富的增加让他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，也使他慢慢走出过去的阴影，整个人身心状态也越来越好。正如他所说，钱可以带走人的痛苦，带来希望与自由。人穷的时候是没有选择的，有的是无数个失眠的夜晚和一次次无声的崩溃。兜里没钱，面对生活的种种暴击，你的内心只能千疮百孔。银行卡里有充足的余额，你才能不被现实击碎，一点点修补自己受伤的心灵。华裔演员刘宇玲出身非常贫寒，22岁时靠着自身努力，她进入好莱坞演艺圈。可由于是亚裔，加上身高只有1.57米，她饱受圈内人的歧视打压，经常只能接一些边缘性的小角色。尽管事业坎坷，她却依旧保持笑脸，每天都充满热情地投入工作中。很多人都不解地问他：“你从不觉得辛苦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只要能把钞票攥在手里，那些苦和累都不算什么。”在金钱的滋养下，他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最终一步步逆袭，成为著名影星。樊登老师说过一句话：“在你最痛苦、最无助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认真地去搞钱，它能扭转你的人生。钱可以治愈苦难，让你感到充实与踏实。中年以后，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，努力赚钱。有了钱，你才能把自己从痛苦和不幸中救赎出来，获得内心的疗愈。现在都提倡松弛感，我认为只有不需要为了碎银几两奔波，才能去真正享受松弛感。就拿旅游来说，没钱又想出去透透气，那就只能穷游。你需要精心规划自己的行程安排，订机票不仅是经济舱，还要选时间节点最便宜的。有钱就不会担心性价比一说，不会担心因为意外情况耽误行程预算。赶不上的车那就下一班，想多待几天就可以随心所欲到处走走看看，不用特种兵旅游。晚餐时间找个舒服好看的餐厅，度过惬意的时光。有钱让人变得更加包容，情绪也稳定，不会为了一点利益纠结内耗。越穷的家庭会跟孩子宣传道德感，时刻把道德教育捆绑在孩子身上，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认为自己配不上松弛。物质世界没有配得感，精神世界更谈不上了，终身都在和松弛感和配得感做斗争。你自己很清楚，从工资卡的变动就能看出你的开心指数。加了工资会开心，迟迟不涨工资会郁闷。存款多了愉悦，存款变少就忧愁。这最直观，不是吗？这是一种本能，也是一种人性。你的本能告诉你钱是好东西，都不需要怀疑。冲着本能，你也不要委屈自己。想要的东西大胆地说，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。肉胎凡身，不可能真的无欲无求的。规则之内满足他人的需求，正当换取金钱。换取改善自己生活的条件，这很高级，一点都不俗气。有钱不用人赶人，不用因为要掐点赶某趟电车。一大早一家老小兵荒马乱。有钱不小心出门旅行松弛过头，忘了带东西，也不会懊恼，只要到了目的地再买一份就好了。有钱
不用人赶事，不用蹑手蹑脚，不必把什么事情都揽在身上，大大小小没有重点，没有取舍。有钱，心不急躁了，不会因为看不到事情的成效而不想干，天天瞎忙活。钱看起来是底气，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让你拥有了随时满足自己需求，具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以前认为脾气好坏是性格决定的，但其实金钱也能影响人的脾性和容貌。穷人容易歇斯底里，富人多半情绪稳定。举个例子，之前有个很火的新闻，全家人出去旅行，但孩子证件过期无法登机，结果这家人就跟没事发生一样，淡定地处理冲突后继续旅行。一般人遇到这种事，相互责骂埋怨，旅游兴致全无，都是常规操作。但是有钱真的能对出松弛感，遇到事情不慌乱，80%都能用钱解决，20%解决不了也能用钱缓解。相反，如果没钱承担遇事的后果，心量的承受范围是有限度的，就算使劲安慰自己，也无法确保不暴躁和崩溃。没钱的时候，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比如月入小几千时，网购会计较10块钱的邮费，点外卖会在乎3块钱的配送费，追剧会纠结15块钱的会员费。没钱就容易为一点小钱浪费宝贵的时间和心力，一点烂人烂事就能影响你一整天。但是当你赚钱能力蹭蹭上涨，前一秒跟人线上撕逼，后一秒生意进账几百几千，你根本来不及内耗，数钱的快乐能治愈一切不开心。而且当你专注搞钱时，你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，你会摒弃毫无意义的尊严，勇敢为自己吆喝和叫卖，钱也会奔你而来，面子和人缘也自动有了。那好，不存在的，有这功夫还不如多赚点钱来的快乐。边边经常说搞钱要先锻炼身体，但是一个残忍的真相是，健身的本质不是自律，而是阶层。为什么？当一个人情绪稳定了，吃得精细了，才能有时间运动。身材管理的背后是情绪自由和高质量的食物。相反，当一个人上完一天班，精力已经被榨钱，回家只想点个外卖，吃高热量的食物，躺在床上刷短视频，用熬夜来释放情绪。所以工作累成狗，没法坚持运动。有时候不是自不自律的问题，而是你是否有资源、有时间、有条件去管理身材和健康。如果没有看清事物的本质，而指责自己不够自律、不够努力，其实是一种误解和偏见。越有钱，越有条件去健康饮食，坚持运动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有钱人的共性都是有保持运动的习惯。所以我们要不遗余力地搞钱。在这个绞尽脑汁送祝福的年代，祝你发财是一句永不过时的祝福语。没人不想发财，毕竟钱能解决生活中90%的烦恼，剩下的10%也能靠钱缓解。一个人一旦破除了金钱卡点，明白了赚钱的重要性，那无论他此刻处于什么状态，往后的人生都是朝上走的。在我人生的前20年里，非常讨厌张嘴闭嘴谈钱的人，但现在的我似乎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。但我一点都不觉得打脸，因为我深知有钱不仅能养自己，也能上养高堂，下育后代。金钱拥有强大的魔力，
它能同时让一个人拥有庸俗和高雅两种气质。先把自己弄得浑身充满铜锈味，再用金钱把它洗漱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远离那些对你指指点点的人，你们本质上不是一类人。作家李敖在《钱是个好东西》里讲过一个故事。司马光当宰相时，在与人聊天时，经常问：你家有钱吗？被问的人都很奇怪，司马光这么大的官，怎么会关心我有没有钱这种小问题？司马光回答说：人没钱就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，有钱你才有独立人格。钱不仅能使你不致饿死，还可以保护自由。很多时候，钱不仅能解决温饱，还能让你有健全的思想和自由的灵魂。所以说，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补品。再名贵的药，也没有金钱的疗效好。再多的鸡汤，也比不上一张钞票的安全感。中年以后，做到囊里有钱，你才能把自己养好，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。有缘人，感谢听到这里。如果你感受到了收获，请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。如果你有所感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。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